今天美股跌得真惨呐，纳斯达克指数跌了 3.56%， 标普指数下跌了 2.71%， 整个美股板块真的是万里江山一片红。今天下跌的股票有5867个，上涨的只有366。所以今天呢，想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今天市场会这么样下跌，那这么跌的话会不会进入熊市，以及现在要不要抄底，还是要赶紧止损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月，视频内容是我个人研究的分享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先说一下今天为什么会下跌啊？直接原因很简单，特朗普又发推文了。然后他今天早上的时候发文说，中国管制稀土的一个出口，他正在考虑对中国征收新的关税，还说双方关系变得非常的敌对。市场一听到这个消息呢，就立马崩了，因为市场现在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。那贸易战如果一旦升级的话，那企业成本上升，利润下降，股价自然会受到影响。这也就是为什么4月份特朗普首先提出贸易政策的时候呢，市场有个20%以上的下跌。那我们看今天的市场，黄金上涨了 0.91%， 美债 TLT 这边出现了跳空的上涨，整体涨幅有 1.61%， 百事可乐上涨了 3.71%。这说明目前市场的避险情绪还是非常强烈的。你看从4月份的底部到现在，美股它是一路上涨，几乎没有好好的整理过。正常的股市呢，它应该是涨一段，然后休息，然后再继续涨。但是它现在是一路涨到了新高，然后再继续向上涨了大概10%吧，它没有好好的休息过一下。其实按照正常的节奏啊，它9月份的时候就应该整理了，然后在10月中旬的时候，也就是第3季度财报开启之前呢，整理到位，然后蓄力冲刺一下。但是你看今天已经是10月10号了，现在才开始调整的话，这个时间点就比较尴尬了。再过几天呢，第3季度财报就要开始了，那如果这个时候市场还在调整，情绪上就会非常敏感，那个时候财报如果稍微有点不及预期，市场很可能就有非常激烈的反应。所以说我的判断呢，是今天这个下跌更多的是短期消息面和市场情绪引起的回调。当然如果说市场进一步跌破以下几个支撑点位，并且呢有一些不利的信号持续的发出的话，那我们要小心市场会不会继续走弱，然后甚至于进入熊市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看技术指标上的支撑位有没有跌破。如果纳斯达克指数它跌破了50日的均线，并且说进一步跌破之前的低点在21000点这个位置的话，标普500也是，如果说跌破50日均线并且没有得到反弹，再继续跌破之前的低点，也就是6300点的话呢，说明短期的趋势已经转弱了。再看一下市场的宽度有没有变化，就是看有多少只股票在跌。如果说只是部分的板块在下跌，其他股票还是好的话，那问题不大。但是如果说是全面的一个下跌，而且跌幅在 5% 甚至 10% 以上的股票越来越多，成交量在放大，反弹的时候呢又是缩量，这种缩量上涨放量下跌的话就比较危险了。还有个指标呢是恐慌指数，今天它也达到了20以上。如果说这个恐慌指数在持续的上升，那就说明市场的恐慌情绪是非常浓厚的，这个也是一个预警的信号。还有一些基本面的因素，那再过几天呢，第3季度的财报就要开始了。如果那个时候许多公司的财报不及预期，对整体市场也会有影响。还有就是美联储态度，如果说它突然之间转变态度，说要暂停降息的话，那对股市也是一种利空。所以我们可以跟着趋势走，但是呢，不要预判市场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现在这么个状态，是应该抄底呢，还是应该止损？有些人觉得市场一天跌个 3% 是一个入场的好时机，就像之前一样，每次回撤了之后呢，都马上会有反弹。但是呢，我不认为现在是一个抄底的好时机。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呢，还没有止跌的迹象，那你现在进场的话，完全是属于左侧交易。左侧交易就是说，下跌趋势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呢，还没有出现明确的反转信号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入场的话，就有点像接飞刀，很容易受伤。你可能遇到的像是7月份的情况，然后马上有个反弹，并且有一波很好的涨幅。但是呢，也有可能呢，遇到这样的情况，然后越买越低，越买越低，最后成了股东。那目前呢，不管是日线上还是小时线上，或者说是分钟线上，都没有出现止跌的信号。这种情况下，你就不知道它会跌到哪里去。而且通常比较健康的回调呢，它会经历1到3周的时间，这样子整理的会比较充分一点，也可以等待均线的一个密集。现在才刚刚是下跌第一天，如果这个时候冲进去的话呢，如果它还要继续下跌，就很可能被套住了。
而且现在消息层面的不确定性实在太多了，像是特朗普在下午的时候又发了一个文，说是中国对于美国这边也要进行管制，所以说从11月1号起呢，美国这边也要对中国进行100%的关税，甚至于限制软件方面的出口，这个导致美股在盘尾又进行了一波下跌。但你说过2天他会不会再发一个文，说和中国方面的谈判有所缓和？这个也不是不可能，对吧？然后市场立马反弹。现在这种因为消息层面引起的不确定性实在太多了，所以说我们更加要谨慎一些。我们与其去赌周一会不会反弹，不如等到确定性的信号出现了再入场，这样子呢也更加稳一些。下周的时候大家可以观察一下，第一个呢就是它在50天线这边有没有得到支撑，如果在这边止跌了，并且呢伴有一个放量的反弹，这就是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。第二个呢就是看恐慌指数有没有回落，今天的话它数值到了21，那下周它如果慢慢的下降了，并且回到了它之前的正常区域，也就是16、17左右了，那就说明市场的情绪慢慢安定下来了。还有呢，你可以看一下市场对于坏消息的反应，比如说接下来它还有坏消息出来的吧，但是它市场呢它不怎么跌了，它就这么横盘震荡，然后等均线密集，这说明市场上对于这个坏消息的情绪都已经消化了差不多了。最后呢，可以看一下龙头股，如果说他们率先止跌然后反弹了，那说明市场的信心也在慢慢的恢复。所以现在要做的呢就是等什么信号出来了，我们做什么动作。那还有个问题呢，就是如果说现在手上已经有一些股票了，出现了一些亏损的话，要不要止损呢？那我个人的操作策略呢是保住本金是最重要的。巴菲特的2条投资原则我是非常认同的，第一条就是保住本金，第二条呢是记住第一条。如果说我们手上有些股票它已经有亏损了，而且呢跌破了关键的支撑线，那我的建议就是先出来，只要本金在市场上永远是有机会的。但是如果说我们本金亏损太多的话，那以后要翻本就连子弹都没了。那我用英伟达这只股票做举例，上周的时候呢，我跟大家提过，它经过一段时间整理之后呢，有一个突破，出现一个买点。但是今天呢，它跟着市场一起下来了。下来之后呢，它首先跌破了第一重的支撑位，也就是前高整理位的前高184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减仓一部分，不需要清仓，比如说你减个30%到50%的仓位都可以啊。如果说下周它继续往下跌，并且呢跌破它第2和第3重的支撑位，也就是21天均线和之前一个小的跳空平台，这个时候也就是比如说跌破了180变成179，这个时候呢，那你可以继续的减仓，甚至于清仓。当然它下面还是有比如说50天线或者说是前低173，但是以目前这个市场的不确定性来说呢，你就不要再等了，直接把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179就可以走了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即便市场继续下跌，你的风险也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。另外一只我上周提到的股票呢是盈透证券，它今天也同样跟着市场一起下来了，跌幅的话是4.97%，但是它比较好的呢是它还没有跌破它的第一重支撑位，也就是68，所以如果说下周它继续下跌，跌破68的话，你可以减仓一部分。那如果说它连第2重支撑位，也就是66这边也跌破，同时跌破了21天均线的话呢，那也就只能清仓走人了，说明市场暂时性没有反弹的力量出现。这样的操作呢，虽然说你没有办法卖在最高点，卖在最低点，但是整体的风险呢，可以控制在5%左右，整体的风险场口还算是比较小的。总结一下，今天的这个下跌呢，更多的是因为特朗普的推文和市场情绪所共同驱动的。不认为这个就直接是熊市的开端了，更加像是牛市当中的一个回调。但是如果下面的支撑位被逐个的跌破，并且呢负面的信号逐步增加的时候，那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心的。现在刚刚开始下跌第一天，还没有出现反转信号，所以这个时候抄底的话风险会比较高。更加安全的呢是出现了底部和反转信号了之后再入场，会更加安全一些。最后呢，就是如果说你手上有亏损的股票，而且跌破了支撑线的话呢，还是最好止损，保住本金呢比什么都重要。好，今天就先到这边了，祝大家都投资顺利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